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真言。近年來，中共為了對內洗腦、對外威嚇，不斷高調宣傳其空軍戰力的快速擴張。最近，針對中東媒體阿拉伯防務網公布中國空軍全球第2的排名。剛上任不久的中共解放軍發言人陳希便擺出了大國姿態，宣稱中共空軍正處於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轉型期。中共各大軍事專欄與戰狼粉紅更借機高調叫囂，聲稱從2024年開始，中共的5代半殲 20AS 運 20B 空警3000，甚至吹噓中的6代機殲36和殲50紛紛登場，搭配射程號稱400公里的霹靂17等超遠程空對空導彈，已組成了他國追不上的超遠程空戰體系。中共名嘴甚至猖狂地宣稱，美軍的 AIM-260導彈不如中共的霹靂16，自信地喊出2030年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1空軍。但這種自嗨式的宣傳完全遮掩了致命的客觀差距。一方面是規模與經驗的硬傷，美軍光是頂尖的5代戰機就有160多架 F-22A 和500多架 F-35A， 外加100多架大型加油機和數十年的成建制實戰經驗。而中共自吹自擂的殲20總數目前估計仍在300架左右，殲35更是才剛起步，運油20的數量和操作經驗在美軍面前簡直是小兒科。更關鍵的是，美軍飛行員平均累計飛行時數遠高於中共，實戰環境下的體系協同能力更是中共目前難以企及的差距。另外是中共平台至上的迷思，中共依然沉迷於比較戰機數量、單機噸位與飛彈射程，卻完全無視了現代空戰早已不是單機單挑，而是系統數據鏈與網絡整合的決戰。要看清中共空軍戰力的真面目，烏克蘭東部前線剛上演的一場世紀空戰就是最好的教科書。俄軍一架號稱4代半最強、具備超機動性與大功率雪豹 E 雷達的蘇35法蘭克 E 重型戰機，在距離交火線60公里處被突襲擊落。這場戰役之所以震撼全球，是因為它展示了現代網狀化聯合作戰的恐怖威力。烏軍的 F-16戰機與地面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全程保持雷達靜默，完全不發射任何電磁波，真正的眼睛是數百公里外北約的空中預警機。預警機鎖定蘇35後，透過 Link 16數據鏈，將精確坐標及時共享給烏軍。最後，地面的愛國者或空中的 F-16才在極短交戰窗口中突然開機、鎖定、發射、轉移，完成冷酷的 A 陣必殺伏擊。這場空戰直接狠狠打臉了海峽對岸的中南海。因為中共解放軍正是俄國蘇35的最大外购國，更重要的是，中共吹噓的主力戰機如殲11、殲16，其機體結構與電戰脈絡全是深厚且難以割捨的俄系蘇凱血統。俄國原廠蘇35在西方 F-16加數據鏈加愛國者的網狀打擊面前，連敵人在哪兒都沒看到就被盲殺。中共那些承襲俄系血統的戰機，在台海又能囂張多久？要知道，美軍早已看穿中共空軍的軟肋，並部署了新時代的空戰邏輯——超級殺傷網。傳統的打擊鏈一環斷掉就失效，但美軍的超級殺傷網是將空中預警機、無人機、陸基雷達與盟軍戰術資料鏈全數網狀化。在這種架構下，哪怕中共的王牌戰機或隱身機性能吹得再厲害，只要被網絡中的任何一個節點捕捉到微弱訊號，資訊就會瞬間分享給全網。美軍或盟軍可以在最安全的遠端直接發射飛彈，實質廢掉了中共企圖依靠單機性能或王牌飛行員搶奪台海制空權的算盤。這對台灣而言更是史詩級的建軍密碼。台灣目前操作着全球密度最高的防空飛彈網，
並且正在邁向擁有205架 F-16V 的龐大現代化打擊隊。只要打破軍種壁壘，將 F-16V 的 APG-83 ISA 雷達與地面飛彈網進行毫秒級的火控局數據共享，並搭配引進台美的 LVC 聯合作戰訓練系統與主動電子誘餌，台灣就能打造出一座橫跨陸海空的數位防空大壩。當中共以為能靠飛彈數量和宣傳口號威嚇印太時，這套嚴密的數位超級殺傷網早已在萬尺高空布下天羅地網。中共若敢在台海冒進動武，其空軍將面臨比俄軍蘇35更慘烈的非對稱獵殺。說到底，中共在海面上搞海警推起，派黑船騷擾，在空中吹噓自己幾年後要變全球第一，說穿了都是因為他在真正的戰略硬實力上根本玩不過美國跟民主陣營。當中共還在玩那些見不得光的灰色小動作時，美軍早已把最具毀滅性的戰略重器直接架到了中共的大門口。在陸基戰略打擊這塊，美軍部署了一款讓北京當局夜不能寐的終極武器——極音速飛彈。這款飛彈有多恐怖？它的射程高達3500公里，飛行速度超過5馬赫，而且飛行軌跡極度飄忽，現有的防空系統根本攔不住。美軍只要把暗鷹部署在關島、日本或第一島鏈的前沿基地，它的打擊範圍就能直接穿透中共沿海，把北京的核心指揮中心、中原腹地的火箭軍基地，還有東部戰區的戰略重鎮全部納入打擊圈內。這等於是懸在北京頭頂上的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美軍這種秒殺級的遠程精準打擊能力，直接把中共花幾千億打造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防線戳出了一個大漏洞。中共心裡非常清楚，自己只要敢在台海或南海隨便開第一槍，美軍的暗鷹隨時能在幾分鐘之內直接端掉他的指揮部。面對美國與盟友在印太地區築起的這套鋼鐵防線，中共單打獨鬥根本打不過，於是便加速跟俄羅斯走在一起，企圖靠抱團取暖來壯膽。近期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就出現了兩大陣營非常有趣的對壘，一個是民主陣營的實力箴演，美國號召了幾十個國家在印太舉行大規模的環太平洋軍演，這可不是擺姿勢拍照而已。多國艦隊演練的是實彈擊沉、跨國數據鏈對切與實戰化打擊，直接向全球展示民主同盟在西太平洋不可動搖的制海與制空權。另外，中俄的抱團演習也引發外界關注。為了反制環太軍演，中共連忙找來俄羅斯，在西太平洋搞中俄海上聯合軍演。軍事專家江新韶也直言，中俄這種動作只會進一步加劇西太平洋的軍事博弈。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中俄這種聯合軍演根本就是各懷鬼胎。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爭早已元氣大傷，太平洋艦隊的家底都快掏空了。中共找俄羅斯，無非是想借俄國殘存的戰略名聲來給自己拉抬聲勢。這兩個互不信任、戰術數據鏈根本無法互通的政權搞出來的演習，充其量只是政治秀。在美軍與盟友高度一體化的打擊體系面前，中俄這種虛張聲勢的抱團威懾力幾乎等於零。與此同時，西太平洋的浪濤之下，一場不聲不響卻暗潮湧動的角力正全面升溫。南海的新濱礁與仁愛礁海域早就被中共推到了印太地區最危險的火藥庫邊緣。在7月20日周一這天，中共海警騎着印可充氣艇強行接近菲律賓擱淺在仁愛礁的軍艦馬德雷山號。當菲方派2艘海軍橡皮艇試圖驅離時，中共海警直接掏出木棍，船槳揮舞，瘋狂攻擊。菲軍1名水兵頭部被重創，橡皮艇也被砸破。菲律賓軍方事後直接公布了25秒的爆料影片，控訴這種蠻橫的暴力行為。而中共海警局則是一如既往的倒打一耙，睜眼說瞎話，反指是菲方先拿划槳跟長棍發動攻擊。要知道，仁愛礁明明就在菲律賓200里的專屬經濟區內，
距離中國大陸整整有1300公里遠。這條戰術水道承載了全球近1/3的海運量與40%的貨物貿易。早在2016年，国際仲裁法院就裁定中共的主張毫無法律依据，但中共就是耍赖不認。雙方早在2024年6月就爆發過流血衝突，當時甚至導致1名菲律賓水兵失去了大拇指。雖然兩國在2024年7月曾達成補給的臨時諒解協議，但看中共這次棍棒相加的蠻橫態度，這份協議顯然也被中共徹底撕毀。這場衝突爆發的時間點非常敏感，因為本周東盟高層外長會議就要在馬尼拉召開，中共外長王毅也預計出席。中共這一動手，直接給會議蒙上陰影。更離譜的是，中共官媒《中國日報》甚至發布了一支用 AI 生成的影片，把菲律賓官員畫成一只穿着傳統服飾的猴子，影射菲方是受美日指使的走狗。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與傲慢，立刻引爆菲律賓強烈抗議。資深媒體人石坂明夫就直言，這完全暴露出中共靠威嚇與謊言維持統治的戰狼傲慢本質。他也警惕台灣人，中共是一個連基本尊重都不懂的政權，跟這樣的政權談判換來的絕不是和平，而是羞辱與陷阱。中共這種灰色地帶霸凌，對台灣更是變本加厲。根據海巡警最新數據，今年6月以來，中共海警與科研船單月在台灣周邊爆量暴增了83%，部署公務船一度逼近130艘。他們甚至強行用廣播盤問過往商船，企圖營造出中共管轄台灣專屬經濟海域的假象。其中最囂張的就是一艘惡名昭彰、頻繁換皮的全益輪永恆號。這艘船前身叫大八號。根據軍事粉專台灣 IDs 的長期追蹤，它根本就是中共灰色地帶戰術的掩護角色。過去老是在屏東、枋山跟恆春的海底電纜區過港不住，搞慢速漂流。最近，他跟另一艘吃水異常的祥瑞號近距離接觸後，又趁着天氣混亂一路北上，直接踩到了台南安平正西海外24里，實質侵入了台灣的領海基線。這種關閉或偽造ICE定位信號的暗船戰術，與中共公務船密集的假執法真圍台交織在一起。國安專家警惕，這正是中共企圖切斷台灣海上運補、封鎖能源命脈的蟒蛇戰術，想在不觸發全面戰爭的情況下，一步步蠶食台灣的海疆域主權。面對中共將海警與民船軍事化、武器化的野心擴張，美國也迅速調整應對思維，做出重磅回應。美國海岸防衛隊首度正式派遣巡防艦與執法小組進入西太平洋。美方此舉不僅是為了直接支援菲律賓等南海盟友維護執法能力，更是公開向北京當局畫下紅線。海岸執法與灰色地帶不再是中共單方面威壓鄰國的法外之地。美軍把海巡力量直接併入整體印太戰略威懾體系，意味着美中兩國在西太平洋的執法與準軍事對抗已正式升級為常態化的大國博弈。中共想靠灰色手段占便宜的算盤正式踢到了鐵板。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